这是张译老师演过最大的冤种，也是我见过最牛逼的空手套白狼。我是他姐姐，我妹她流产。他不想让你知道，我一点觉察都没得，太粗心了。他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对他却不管不顾的。我真的不晓得。看你们一家人有说有笑的，还挺幸福的哈。外姐，先给他买点营养品。男人似乎觉得这点钱不够，拿出大钱包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我现在走不动，要死。我去看。球球终于有钱了，他专门打了一辆摩的，要去发电厂找兵哥。可路上却下起了大雨，摩的寸步难行，只能待在桥下躲雨。摩的老汉不知哪来的自信，竟然打起了球球的主意。我们刷牙吧。球球懵了，但他并没有声张。在这儿。他将计就计，让摩的师傅去前面的房子看看，给两人找个耍得开的地方。想耍你还累？我不懒，我每天早上5、6点钟就去摩托挣钱了，我多去过的，不懒。那就好，你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，我在这儿等你。要得，去哪里？你等着我啊，我马上就来。球球见他欲火焚身的跑远，扭头就骑上了他的摩托，留下司机一个人在雨中凌乱。球球到公安局报案，说摩的司机想要强奸他，警察让他留下家属电话，球球便留下了兵哥的号码。时隔5年，这对恋人再次相见，兵哥混得并不好，除了虚无缥缈的发电厂项目，他一无所有。球球问他为什么5年都没来看过他。我以前不是货，我是名人。我们江湖上的说话都爱斗去。我不是江湖上。他早就看清了江湖，当年他有多风光，出狱时就有多狼狈。一直让我走出监狱的一刹那，没有一个兄弟来接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我过去的马仔住在冰里耀武扬威，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球球想让兵哥跟自己回山西，彬彬拒绝了。他想在凤姐赚了大钱，在荣归故里回到那片抛弃他的江湖。我要让身家30年。兵哥还没意识到，属于他的30年已经在那声枪响中彻底消散，往事如云烟。兵哥拉起球球的手，直到球球提醒，兵哥才意识到拉错了手。这手做工了。我不是左撇子，开枪的是右手。球球站起身，两人都知道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兵哥给球球弄了个简单的仪式，跨过火盆后，球球也决定离开。那天下着大雨，球球离开了宾馆。听完最后一首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后，坐上开往山西大同的火车。车上，球球遇到了一名来自克拉玛依的背包客，他自称是搞旅游开发的，这次去新疆是想坐最慢的火车，欣赏沿途的风景，顺便在戈壁上寻找外星人的踪迹。蓝海行业前景无限。你相信飞碟吗？相信，我见过。你见过？哎呀，太棒了啊！那是同道中人啊。见过1次。你看，那你更应该加入我们了。你完全应该来我们团队啊。我没干过旅游，能做什么啊？你是见证者啊。你告诉大家你的经历啊。为什么球球说见过飞碟？这是贾樟柯和三峡好人的联动。在那部电影中，主角就是穿着这身衣服，带着这个水瓶，同样去凤姐，同样去发电厂，同样去找兵哥。这是贾樟柯对自己的致敬。就算人们都忘了，至少有江湖儿女记得三峡好人。背包客盛情邀请球球参加自己的项目。徐峥旁边这个是著名导演田壮壮客串。老师，哎，你们是私企呢还是国企呢？哎，这个不重要。干我们这一行还是要有一点宇宙观的。说白了，我们都是宇宙的囚徒啊。列车到了武汉，本应换乘的球球将瓶子递给背包客，转乘前往新疆的火车。球球明知他是骗子，可还是跟他走了。他想重新开启一段生活。火车上，男人坦白了一切。这克拉玛依有一个小卖部。球球并不意外，还是选择与男人一同前往新疆。男人问他为什么，我就是你说的球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心态释放。
男人愣了一下，一路上再没跟巧巧说话，就连巧巧转身下车他都没察觉。你没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巧巧一步一停走在漆黑冰冷的夜里，头顶上的云层散出微光，一架飞碟穿过云海，照亮了巧巧今后的路。多年以后，山西通了高铁，兵哥也回来了，但他并没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，而是坐着轮椅胡子拉碴的回到了曾经的江湖，回到了这片抛弃他的江湖。巧巧经营着一家麻将馆，不知是飞碟带来了好运，还是巧巧本就属于这片江湖，举手投足间竟然有了当年兵哥的气势。瘸腿的兵哥坐在车上，看着四周的景色，仿佛他才是那个外来者。唯一没变的就剩下那翻修过的铁路招待所。兵哥坐在棋牌室的内堂，曾经的小弟李轩来看他，现在他跟乔结婚了，自己开了一家典当行。兵哥问起其他小弟的下落，说来也讽刺，小弟们一个比一个混得好，每个人都迎来了自己的30年。兵哥这个被江湖抛弃的废人，他无处发泄，只能砸掉桌上的饭菜。你们他妈的懂不懂规矩啊？先上主食后上菜，没错的规矩啊！你是不是有病了？走我爹干生了？你是个谁了？你有病生了？哎！你他妈说话客气点，这一切是我大哥。大哥，哼，就再口实。乔乔也赶过来，把兵哥一顿臭骂，让他滚。我这就滚了。兵哥想站起来，重新找回丢失的尊严，但他失败了。曾经顶天立地、风光无两的汉子，如今连下炕都变得费劲。更让兵哥寒心的还在后面。兄弟们听说兵哥回来了，聚在巧巧的棋牌室。曾经最不入流的小弟老贾拿起手机调侃着兵哥，嘴上说着给兵哥做个专访，可言语中满是讥讽的意味。兵哥，坐撞车了，还是后光的？老贾，咋的还这么甜呢？记不记得被我们打的吃屎的时候？一旁的小弟赶紧打圆场，可老贾压根儿没给兵哥面子，提出要跟他赌一把扑克。兵哥同意了，随便拿到一张扑克牌。可属于他的江湖已经落寞，他再也没有逢赌必赢的气运了。兵哥，再录的是你的了，若为吧。兵哥挣扎的站起，又重重的倒在众人面前。我给你指走，扛下手不胯下之忧。我你好好扔着吧。巧巧拿起茶壶，一茶壶就给老贾整服了。咱们就不能将就点儿？闹剧结束了，巧巧给兵哥找了个老中医，二人又回到当初的后山。兵哥问他为何肯收留自己，巧巧说就算两人之间没有了爱情，但江湖儿女义字当头。身后的死火山依旧沉默，而巧巧则从那一枪开始彻底走进了属于他的江湖，吞涌出炙热的岩浆。晚上，兵哥试着握住巧巧的手，但被巧巧不动声色的躲开。半年后，兵哥能脱离轮椅，勉强走路了，只给巧巧留下一条语音消息。我本以为电影就会这样结束，就和二人的感情一样悄无声息的毁灭，但贾科长并不绝情，巧巧追了出去，想要找到兵哥的背影，可兵哥早已走远，留下的只剩巧巧在监控中孤独落寞的背影。江湖戛然而止，只有巧巧被困在了监控录像中。江湖儿女们蜷缩在录像的一角，将很快被删除。时代的洪流下，注定会带来毁灭与变迁。以前我们总以为江湖是刀光剑影、快意恩仇，是一生兄弟一生义气，可看完江湖儿女才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江湖从来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人情冷暖，岁月浮沉。兵哥一生追逐江湖，痴迷体面，争大哥的名头，要旁人的敬畏。他风光时众星捧月，落魄时一无所有。他被时代推着走，被面子困住一生，赢尽了场面，最后却输光了人心。而巧巧本是江湖里最想安稳脱身的女人，为情扛罪，为爱守护，为义兜底。她见过最狠的人心，扛过最难的岁月，被辜负，被抛弃，被遗忘。可到最后，那个最想逃离江湖的人，硬生生活成了最后的江湖。电影最后的监控画面，那个靠墙伫立的女人看透了人情世故，却依然选择善良，看穿了聚散无常，依旧守住初心。火山灰烬最干净，因为烈火焚烧过，他们都被时代的大火烧得遍体鳞伤。只是兵哥成了随风散去的灰，巧巧成了扎根原地的光。时代吹散了虚名，岁月留下了真心。江湖早已不在，没有坚守，不负余生。光影中会落寞，但故事永无散场。我是不过，明天见。